过年回家，我刚进家门就傻眼了。我妈边输液边拖地，而我给她请的保姆正安逸地躺在沙发上吃着车厘子刷抖音。我气得甩了保姆2巴掌，没想到保姆捂着脸，哭得梨花带雨，跟我爸告状。我爸急忙拉着人解释，说我打小娇生惯养莫礼貌，让他别往心里去。我妈在旁边手足无措，不敢说话。顿时我就悟了，看来这事不简单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保姆还在委屈巴巴地跟我爸告状，我拉着我妈坐在一边，冷眼看着他们。我真是被气笑了。林淼淼，你笑什么笑？好笑吗？我爸突然转过头，一脸愤怒地看着我。小娟好歹也是你表姨，你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打人呢？没错，我给我妈请的小保姆，就是我妈的远房表妹。按道理讲的话，我确实应该喊她表姨，但是我现在只想喊她不要脸的狐狸精，赶紧滚出我家才好。王小娟，你自己说，我把你从老家喊来做什么的？我朝王小娟翻了个白眼，当时你是怎么跟我保证的？你都忘了？王小娟被我问得一言不发，双眼浸满了泪水。她生得好看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哭起来有种楚楚可怜的娇弱美感。虽然30多了，但这副样子依旧我现犹怜。我爸的眼中突然闪过一丝心疼。王小娟在老家嫁了个脑瘫的老男人，日子过得不舒服。学校刚开学，又赶上我妈生病了。我想着好歹也是亲戚，才把她喊了过来。可我是让她来照顾我妈的，不是让她来勾引我爸的。淼淼，你表姨刚才头疼病又犯了，你好歹也体谅一下。我爸的语气缓和了下来，但他依然觉得是我态度不好。我讽刺道，爸，你难道忘了我妈也是病人？她才刚出院几天啊。我妈胰腺炎，在医院住了大半个月才回家。即便出院了，护士也是每天上门给她输液，还嘱咐我们胰腺炎的病人一定要注意护理，如果频繁发作的话，后果很严重。我爸瞪了我一眼，我没理会他，继续说，爸，你既然觉得是我亏待了表姨，那就别让她来了。留一个没用的废物在家里添乱有什么意思？我妈现在做不了家务活，以后的家务活你来做好了，还省钱呢。我爸的脸逐渐阴沉下来，大概是在想自己怎么会有我这种大逆不道的女儿。一旁的王小娟一听我要把她赶走，立马委屈地哭了起来。姐夫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别跟淼淼吵架了。小娟，你不用为这个死丫头说话，她就是被我宠坏了，才会这么没礼貌，不知分寸。我爸看着楚楚可怜的王小娟，一副要为她报仇，把我赶出家门的架势。我站起身，冷冷地跟着他们。爸，要不这样吧，您做个选择，您是打算为了这个外人跟老婆女儿断绝关系，还是为了老婆女儿把这个外人赶出去呢？我爸被我的话问得老脸长红，一言不发。最后，我爸拗不过我，主动开口化解了尴尬。淼淼，这不过是一件小事，何必小题大做呢？你陪你妈回房间休息，我来做饭。说完，我爸就进厨房了。王小娟见状，竟然也要跟着进厨房，我顿时就气笑了。表姨，我爸去做饭，你跟着干嘛呢？姐夫不会做饭，我去帮忙。是吗？刚才你不是还说头疼的厉害吗？
赶紧回去休息吧，省得说我虐待你。见他莫说话，我接着说，表姨，我把你从老家喊来，是为了让你照顾我妈，不是让你照顾我妈的老公。你要是还不明白，就收拾东西滚回老家。王小娟被我说得红了眼眶，捂着脸就回了房间。刹那间，厨房里也跟着传出了玻璃摔在地上的声音。我探过身去，就瞧见我爸正在弯腰收拾碎掉的盘子。也许是发现我在看他，他一脸尴尬地背过身去了。回房后，我就问疲惫不堪的妈妈，妈，他俩这样多久了？淼淼，你别再管这件事了。我妈叹着气，轻轻拍着我手背。妈，我脸色严肃起来，但她嘴也紧得很，无论我怎么问她都不说。问急了，她还跟我委屈地哭了起来。我真的是无语。妈，你就由着他们这么欺负你，你要是不告诉我事情的原委，今晚就让王小娟滚回老家去。我好心想帮她一把，她却蹬鼻子上脸，爬我妈头上撒野，把她给能耐的。淼淼，算了，你爸不会同意的，你也别惹他生气了。我妈噙着泪，偏要跟我笑，我也笑了。我请他来的，我还不能让他滚了。淼淼，我妈看着我欲言又止，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。她是个温婉居家的人，这么多年来一直默默地操持着家里大小事。好在我爸对她也不错，日子倒也过得十分幸福。但现在王小娟却不知道给我爸灌了什么迷魂汤。我爸一个劲得上头，吃饭的时候我就提了这事，顺便试探下我爸的态度。我爸皱着眉，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？磨完了。王小娟低着头，吧嗒2滴泪落在碗里。淼淼，我当时确实不舒服，才没有刷碗。你也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了我2巴掌。你要是觉得还不解气，那你再打我2巴掌，好不好？我需要钱，我不能再回去了。他又嘤嘤嘤地哭了起来，眼睛通红，泣不成声，捂着脸哭了个肝肠寸断。我爸瞪我的眼神越发凶狠，竟然还开口赶我，再说胡话，你就滚出这个家。我愣住了，我爸竟然为了王小娟让我滚出这个家。爸，你这是为了外人要把亲闺女赶出去？我爸眼神闪躲，不敢看我。小娟不容易，你不能这么不讲理啊。我妈也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，让我别说话了。这时候我手机也响了，便说了句吃饱了，就回房间接电话了。电话是闺蜜打来的，说过几天是她生日，约我一起吃饭，还问我要不要顺便去做个健康检查。他爸是院长，有员工假。挂掉电话后，我就看到我妈在擦桌子，我爸和王小娟靠在一起看电视。我爸高声音质问，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我爸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淼淼，你声音那么大做什么？你表姨不舒服，你妈帮她擦桌子而已。王小娟见我脸色难看，站起来推辞，算了，还是我来擦吧。我冷笑，把我妈拉到身后。好啊，那我陪我妈看电视。王小娟脸色一僵，最后还悻然来餐厅收拾桌子了。我爸气得脸都长红了，喝茶的杯子也用力地放在茶几上，茶水都溅了出来。我妈吓了一跳，我开口就喊，表姨，桌子擦完了再把茶几擦干净。我爸消停了，拿着纸巾把茶几擦干净了。哎呦喂，还挺心疼王小娟的。这才消停一会，餐厅里就传来了王小娟的尖叫声。我爸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这急忙慌的就往餐厅赶。我妈也拉着我赶了过去。小娟，你没事吧？没有哪里受伤吧？不小心把淼淼的马克杯摔碎了，捡的时候划伤了手。王小娟委屈地把割破的手指递给我爸看，我爸小心翼翼地拿着创可贴帮她贴好了。我看着我爸和她这么亲昵的举动，
再回头看着我妈一脸受伤的模样，微微蹙眉。王小娟阴阳怪气地问：苗苗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我双手环胸，冷眼看着她，表姨，你怎么还见外呢？我怪你做什么啊？王小娟面露喜色，正想开口，我笑着开口：这杯子是爱马仕的，也不贵，就4000多块钱，从你这个月的薪水里面扣吧。凭什么？王小娟急眼了，这破杯子哪里值这么多钱？夜市上10块钱一个，你这是故意欺负我。我拿出手机，把付款记录亮了出来。王小娟见状，立马挽住我爸的胳膊撒娇：姐夫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爸轻轻地拍着她的手，瞪着我说：她是你表姨，也是你长辈，都是一家人，你计较什么？不过是4000块钱嘛，我转给你就是了。王小娟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，满是挑衅地开口：谢谢姐夫，只是我这手受伤了，这家务……我爸看着我妈说：小娟手受伤了，碰不了水，这几天的家务活你做吧。我妈默吱声。砰！我拿着酒柜里我爸最喜欢的红酒就往地上砸，我爸吓得嘴角抽了抽，对上我冷冽的眼神，瞬间清醒过来。我笑着开口：哎呀，我手滑莫拿稳，不然这家务活交给我吧，我也正好学学。我就是故意的，不就是摔东西，谁不会？算了，你还是以学习为主，公司最近也没什么事，家务还是我来吧。话刚说完，我爸就戴上手套开始收拾。王小娟伸手想帮忙，但当着我的面又不敢，只得躲回房间了。我看着我妈眼眶微红，把她拉到房间小声问：妈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妈继续低声抽泣着。我最怕就是我妈哭，搂着她轻轻哄着：没事，妈妈，我一直都站在你这边，要是你过不下去了就离婚了，我养你，别乱说。我妈终于开口了：你爸爸可能是看小娟命苦多照顾。我气笑了：妈，你以为我瞎啊？我妈反倒安慰我：你爸其实对我挺好的，没打过我，也没骂过我，钱也都是给我保管住的，你也别担心，妈一把年纪了，心里都有数。反倒是你，什么时候打算找男朋友？我知道我妈为什么会这样，这些年她是一步一步被我爸迫害成这样的。我知道她是一个内心多么温柔善良的人，这样的人不应该是这个结局，我得把她从囚笼里拯救出来。我叹了一口气：妈，你不要总是转移话题，既然你不想聊就算了。回到房间后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住，想起王小娟那副恶心模样，我就好像吃了苍蝇一样，格外难受。过完年，假期就还剩几天，我必须在这1周内解决这件事。一大早我就起来了，直奔数码城买监控，趁着家里没人，角角落落都安装上了，最好别让我拍到什么。王小娟今天倒是老实，吃完饭之后主动洗碗，还洗了一大盆车厘子。姐夫，你来尝尝，这是我从进口超市买的智利车厘子，可甜了。我爸平时很少吃水果，这次却是主动吃了起来，夸赞：不错，真好吃，你也坐下来吃。王小娟顺势就坐到了爸妈中间，坐得特别近，腿都挨着腿了。姐夫，车厘子里有很多花青素，花青素对身体好，你多吃点。我妈看着我爸吃了不少，劝道：你少吃点，车厘子的糖分太高了。我爸立马就不高兴了：你真啰嗦，什么都管，吃个水果都要唠叨，平时也不见你给我洗个水果。王小娟有些得意地看了一眼我妈，表姐平时比较忙，哪有时间给姐夫洗水果啊？我爸冷哼一声：忙，
忙着天天在家什么也不做，坐吃等死吗？我妈嗫嚅了几下，却没说话。我冷笑一声，从储物柜里面拿出血糖仪说，爸，前几天你不还说你最近血糖高了，有些头晕吗？来，我给你测测。因为我态度坚持，我爸也就没说什么。结果，在看到血糖浓度15的时候，我爸脸色煞白。我双手环胸，我爸之前的血糖都控制在10以下。表姨你来之后怎么就这么高了？你为什么不按我妈给你的食谱做饭？王小娟神色也有些慌张。表姐给我的食谱太复杂了，我哪有时间做别的家务啊？我这才恍然大悟，难怪爸爸身体一直好好的，好几年糖尿病都没发作过，原来是妈妈照顾得好。王小娟气得脸通红，然后委屈地看着我爸喊了一声姐夫。我爸出声制止我，小娟也是太忙，你没必要揪着这点小问题对小娟不放，她好歹是你长辈。我看着他们很自然搭在一起的手，再看着我妈沉默地看着电视，不由得瞥了一眼藏在角落的监控。我妈怕我生我爸的气，还特地在房间里面安慰了我好久。走时怕关门影响我看书，就随手把门掩了。正在我看完书准备睡觉的时候，忽然听到门外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。爸妈睡在1楼，我隔壁睡的是王小娟。这么晚了，她还不睡觉，想做什么？我蹑手蹑脚地关了灯，打开门就看到我爸从黑灯瞎火里的楼梯走到了王小娟的门口，门也没敲，直接进去了。我拿出手机，调到摄像模式，溜到了王小娟房间门口。我爸担心关门声音大可能会吵醒我，门也没关紧。王小娟依偎在我爸怀里，娇羞地开口，姐夫，淼淼真是一点也不懂事，怪不得你不喜欢她。别怕，这闺女从小就不在我身边，很快也就嫁人了。我爸搂着王小娟，急不可耐地说，到时候你给我生个大胖小子。哎呀，你好坏啊，我也想给姐夫生儿子，姐夫要对我们母子俩负责啊。王小娟娇滴滴地说，顺便让你女儿滚出去，好好在外面磨练磨练。姐夫，你什么条件都会答应我的吧？当然答应，只要你生儿子，我让他净身出户，离婚，跟你结婚。我爸笑着说，我的心肝宝贝哟，只要你要的，我全都给你。我强忍着恶心拍了10分钟后，回到了自己房间，联系了法律系的周晨，先是发了个红包过去。我有我爸出轨的视频，可以让他净身出户吗？周晨秒回，有点难，可以主张男方有重大过错，然后索要赔偿。接着我又咨询了这种离婚需不需要冷静期，但是因为我妈是家庭主妇，这么多年没工作，能到手的财产也不算太多。我道了谢，看着手机里的10分钟出轨视频，犹豫再三，还是没发给我妈。吃完早饭，我就拉着我妈到了商场，看着满目琳琅的衣服，我妈的眼睛都亮了。淼淼，你带妈妈来这里干什么？给你买衣服啊。说着我挑了一件时下最流行的紧身亮色连衣裙。妈，你试一试。我妈看着红色的裙子，连忙拒绝，这衣服颜色太艳了，不适合我这个年纪。谁说的？我妈穿什么都美。我冲着我妈撒娇，我妈还是成功的换上了。我妈站在镜子面前，看了许久说，以前我也爱穿这样，可是你奶奶说穿成这样不方便干活，我也就没再穿过了。奶奶现在在医院躺着呢。妈，你只管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就好了。我妈很高兴，又接连试了5、6套衣服。导购员高兴地问，那都给您包起来。我妈有点心疼了，家里如今条件也不错，但是以前也是陪着我爸吃过苦的，对我和爸爸都很大方，唯独对自己很省。我把卡递给导购员说，这几件包起来。
身上这套就直接穿住。妈，你不用给我爸省钱，你不用自然有别人用了。我妈神色复杂地应了声，也是。接着我又带我妈去做了个头发，黑色的长发染成了栗棕色的大波浪，温柔知性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下午做指甲的时候，偶遇了妈妈以前的老同学，看到妈妈时都不停地夸赞，还有个叔叔一定要请我们吃晚饭，妈妈拒绝不了。我也在饭桌上听到了不少妈妈以前的故事。她是县城里第一个大学生，还是那年代最时髦的外贸专业，英语说得很好，还去过好多国家出差。爸爸也是那年在一个宴会上对妈妈一见钟情的，而妈妈也对长相帅气又绅士的爸爸产生了好感。当时他们结婚的时候，不少暗恋妈妈的人都喝醉了，但那小子真是混账啊，一点都不好好珍惜你，还重男轻女。那叔叔喝醉了，还拉着我说，那时你爷爷病得严重，是你妈妈不眠不休的在病床外守了3天晕了过去，结果不仅孩子没了，还伤了身体。这些事大家都知道，你妈啊，真的太委屈了。听到这里，妈妈的眼眶红了。这些事我都从没有听我妈说过。我拉起我妈的手，想要暖暖她。之后我食不知味，原来曾经的妈妈那么璀璨，而如今却只能蜗居在小小的家庭里，守着一地鸡毛，玩了一天，回到家也10点了。我妈笑着调侃，闺女，你说你爸看到我这样，会不会吓一跳？我按完指纹，推开门，刚想回话，就看到从沙发上慌乱分开的2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下意识的就挡住了妈妈。我爸咳嗽了一声，不自然地说，你们去哪了？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过了半晌，我妈才反应过来，弯腰手指颤抖地脱掌靴，可是靴子太紧，半天都没脱下来，还是我蹲下帮妈妈换好了鞋子。我爸这才注意到我妈身上的衣服，眼神中闪过惊艳之色，这么穿才对吗？刚认识你的时候你也这样，结婚后你就懒了。苗苗，你这几天多陪你妈妈逛逛街，她平时的衣服我都不敢带她出门应酬。我手背忽然有些温热，低头发现是妈妈的眼泪，一滴一滴地落在我手上，被我发现还胡乱地擦了下眼睛。忽然替妈妈心酸了起来，这么多年的付出，换来的只是一句嫌弃。我看着沙发，冷声道，这沙发脏了，明天我叫物业搬出去扔了。爸爸脸色不自然，没说话，默认了。回到房间，我妈这次没有憋着，抱着我就哭了起来，纸巾都用完了一包。等安抚完她后，我拿着热毛巾给她敷眼。我小心地问，妈，刚刚这事你自己也看到了，你还想骗我说他们2个什么都没有吗？妈妈躲避我的视线，嗫嚅着，可能是误会吧，我们回来的这么早，他们也没发生什么。事到如今，我妈还选择自欺欺人。我恨铁不成钢地掏出手机，翻出昨天晚上录的视频，里面的话不堪入耳。我妈面如死灰，半晌就来了一句，淼淼啊，妈妈今天晚上和你睡好不好啊？我鼻子一酸，点头，好啊，妈妈已经好久没有和我一起睡了。关了灯躺了许久，我妈伸手搂着我，我们家淼淼长这么大了，都学会照顾妈妈了。我没有接话，妈妈絮絮叨叨继续说着，那时你儿就像巴掌一样，特别小，还喜欢哭，是个小哭包。上幼稚园的时候在家里哭了3天，就是不肯去上学。我犹豫了会，问妈妈，既然你这么舍不得我，为什么从小就把我送去住校？妈妈身体有些僵硬，你还记得啊？从幼稚园起，我就一直在住校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基本上都很少回家。你怪妈妈吗？我翻过身看着她，认真地说，我从来都不怪妈妈。
妈妈小声解释，你奶奶和你爷爷当时住在家里，一直想逼我再生个儿子。我不想让淼淼听到那些话。妈妈这辈子有你就够了。我的鼻子有些酸涩，曾经在记忆里也模糊地有着爷爷奶奶骂自己不是男孩的声音。不过事情太久远了。妈妈，这些年你过得开心吗？妈妈愣住了，摸着我的脸，有开心的时候，也有不开心的时候。比今天晚上和叔叔阿姨们在一起还开心吗？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到妈妈笑得这么高兴。他们都是妈妈的大学同学，以前关系都很要好的，只是结婚后各自都忙家庭去了，就很少一起聚了。说着，妈妈又和我分享了她年轻的时候，性格没有现在安静，也很闹腾，只是嫁给爸爸后，一切都变了。以前她还是上市公司的市场部经理，追求她的人可不少，她还参与了好几次海外专案，甚至还有个外国人追她。不过外婆很保守，没有同意。结婚后，爷爷身体不好，妈妈就辞去了上市公司市场部经理的工作，在家里照顾爷爷。接着，我又出生了，直到奶奶去医院，她这才闲下来。可是早已经没有社交的她也不敢跨出去了。爸爸也总是说她这也做不好，那也做不好，她也开始怀疑自己了。我拱到妈妈的怀里，妈妈，那你生我有没有后悔过？妈妈在我的额头亲了一下，很温柔地说，怎么会呢？你是上天给妈妈最好的礼物。我伸手紧紧地抱住她，我要赶紧推进我的计划，但我怎么也没想到，王小娟会这么迫不及待地送人头。淼淼，你穿成这样是感冒了吗？闺蜜王倩看着我穿裹得跟熊一样，很是疑惑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别提了。昨天晚上我陪我妈哭了大半宿，我爸出轨出到家里亲戚身上了，还被我和我妈撞见了。王倩惊愕地听完之后，朝我竖起了个大拇指。我把墨镜和口罩重新戴好，万一被熟人见到我一脸憔悴的样子，就太丢人了。王倩让我在一边等她，她在家里医院实习，得做完诊才能跟我一块吃饭。我刚拿起手机准备玩一会儿，就听到了极其熟悉的声音。我诧异地抬头，就看到王小娟和一个光头老男人手拉手地进来了。医生，我怀孕16周了，想做羊水穿刺。旁边的男人急忙补充，再帮我和他肚子里的孩子做个 DNA 鉴定。王倩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，就点头开始看病历了。我则是半晌才反应过来，这王小娟不光给我爸戴了绿帽子，还在外面傍了个大款，拿出手机开始偷偷地拍照录音。王小娟只是随意地瞥了我一眼，但是奈何我今天裹得太严实，就连脖子都没露出来。她并没认出我来。最后一个病人看完，王倩才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说，刚刚这个病人你认识？我沉默了一会，那女的就是我爸的出轨对象。王倩惊的下巴都要掉了，不是吧？我冷笑一声，顺便给我爸跟他肚子里的孩子做个 DNA， 只怕我爸高兴得太早了。王小娟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都不一定呢。晚上回家后，爸妈和王小娟都坐在沙发上，茶几上还有几个购物袋。我从购物袋里拿出衣服，兴冲冲地在身上比划了几下。妈，这些都是昨天我多看了几眼的衣服，你还记得？还是我妈妈好，知道我喜欢什么。这皮草好看，送我吧。王小娟却很得意地开口，还挑衅地看着我。我心里好笑，眼睛微眯地打量着她。既然你表姨喜欢，淼淼你就让给她。我爸又笑着和我妈说，小娟怀孕了，不能再做家务了，以后家务活还是你来，再多给小娟煲点养身体的汤，她这身体虚必须得好好补一补才行。我妈眼底最后一抹亮光也熄灭了。姐夫，我这才刚怀孕，没事的。她摸了摸肚子，
虽然淼淼性子比较急躁，又喜欢打人，但是只要我避着淼淼，应该就没事了。瞬间我胃里翻江倒海，我恨不得马上撕下王小娟伪善的面具。我爸一脸严肃地看着我，淼淼，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，不能再由着性子胡闹了。你表姨现在怀孕了，以后对她客气点。我走到王小娟面前，刚伸手拿桌上的酒杯，她就吓得大叫，淼淼，你要干什么啊？我爸疼的一下就站了起来，你想做什么？拿酒杯当然是喝酒啊，难不成喝绿茶？说着，伸手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，又给我妈倒了一杯。妈，这酒好。我妈呆呆地接过酒杯，仿佛内心在做一个重要的决定。在我连喝完3杯红酒后，我妈终于缓缓开口，淼淼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妈妈还有你。我爸和王小娟很明显没听懂这句话，我胸口压着的大石头总算放下了。我妈终于想通了，这也就意味着我什么都不用顾虑了，什么亲戚的情面啊，什么父女之情，统统都能抛开了。放下酒杯，我反手就是一巴掌把王小娟打在了沙发上。我妈给我买的皮草凭什么给你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的东西也敢抢？我双手环胸，冷冷地盯着她。你不过是我请来照顾我妈的保姆，还敢让我妈做家务，还给你炖汤。你脸多大？几斤几两，心里默点数。知道的你是我家的保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想给我当后妈呢。怎么，白天洗衣做饭不嫌累，晚上还打第2份工？要不要我给你开双倍薪水？有脸做好你的人，没脸就闭上你的臭嘴。因为从小我就住校，在家里待的时间不长，所以他们压根不知道我的战斗能力。一口气骂完，连气都不带喘的。王小娟被我骂得从沙发上蹦起来，就想打我，结果被我轻巧地躲开了。我大学选修课可是泰拳，我抬起手就甩了她一巴掌，再次把她拍到了沙发上。她捂着肚子大喊，姐夫，我都被欺负成这样了，你也不管管。我爸撸起袖子，恶狠狠地朝着我走来，这些年把你惯坏了，居然敢打人。瞧瞧我爸这张虚伪的脸。啧啧，我妈挡在我面前，你真要为了她打我们的亲生女儿吗？你看你教出的什么女儿，没有一点教养。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她。我告诉你们，小娟怀孕了，孩子还是我的。我爸刚说完，就看到我从厨房抡了个酒瓶子出来了，他有点怂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拿着红酒瓶狠狠地往茶几上砸了下去，红酒瓶和玻璃茶几瞬间碎裂开来。王小娟更是吓得躲在我爸后面，大气都不敢喘一声。当初你创业失败，是妈妈把嫁妆都卖了，支持你东山再起。你说过，要是以后有一天对不起我妈，就自断双腿，别挑时间了，就今天，做个了断吧。我爸被我吓得连连后退，看都不敢看我。这么多年，你哪天出门衣服不是平整的，鞋子不是油光发亮的？你的胃病和糖尿病哪个不是我妈妈给你养好的？爷爷奶奶以前怎么对妈妈的？你忘记了吗？爷爷卧病在床，我妈妈从擦洗身体到端屎端尿，在病床前给你尽孝。大家哪个不夸妈妈是个贤妻良母？妈妈以前也是校花，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女神，如今被你困在家里照顾你，就变成了好吃懒做的弃妇了。我今天要是不把这些话说开，你是不是还想继续欺负我妈？我爸沉默了，没再说话。我拿着碎酒瓶指着门，你们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，要是再晚一点，我就弄死你们。我爸没有闹了，拉着王小娟就往外走。王小娟还想说什么，却被我爸瞪了一眼，瞬间也就老实了。妈妈从我手上夺过碎酒瓶，苦笑着擦着我眼角的泪水。淼淼长大了，知道保护妈妈了。
我妈刚才把我的话都听进去了，看来对于我爸说的王小娟已经怀上她的孩子并没有感觉多意外。我拿着扫帚打扫着地上的茶几碎片，又上楼把王小娟的东西全都打包扔到了门外，看着刺眼的沙发，又叫物业来帮忙把沙发扔了。突然客厅显得有些空荡荡的，我在家里待的时间不长，心里都有些难受，更何况妈妈。刚想去厨房安慰一下她，却见她端着2碗鸡蛋面出来了，闻着香气四溢的面，我鼻子酸酸的，闹了一晚上。淼淼也饿了吧？陪妈妈吃点。我乖巧地坐在妈妈旁边，夹着面条吹气。妈妈还没吃晚饭。没吃。等淼淼回来了一起吃。吃着吃着，我就看到妈妈的泪水掉落在面碗里。淼淼啊，我想和你爸爸离婚了。我低低地应了声，不管妈妈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妈妈。我妈总算想明白了，这么多年被我爸迫，她快没有自己的意识跟想法了。可是只要她想改变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其实你爸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对我挺好的，但是后面慢慢的就变了。婚前答应我结婚了还可以继续出去工作，可是你爷爷突然生病了，我就辞职了。家里的事情越来越多，我工作的事情也就没人再说了。后来你爸爸衣服上的口红印越来越多，那时我就想离婚，可是你外婆却劝我，所有的男人都这样，你爸还算不错的，我离婚以后还能去哪儿？更何况你还这么小。妈妈眼睛里的光芒渐渐消失殆尽。我在家，你爸和王小娟还收敛点，却没想到他们居然还敢当着你的面乱搞。你才多大啊？这种事情怎么能让你看到？我逛街回来，就看到你爸在给他炖汤。我嫁给他20几年了，哪怕我生病，他都从来没有给我炖过一次汤。现在还让我帮他照顾小三，他一次一次的妥协退让，却让我爸变本加厉。多年来的压抑，最后被一碗汤彻底击败。我从柜子里拿出相册，指着妈妈穿着旗袍和外宾拍的照片。妈妈，你看你多漂亮，他们都说我长得像你才这么好看的。妈妈伸手抹撒着照片，恋恋不舍道，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谈生意，那时特别紧张，毕竟第一次出国。又翻到了结婚照，爸爸穿着西装拿着戒指单膝下跪，妈妈穿着洁白的婚纱笑靥如花。那时妈妈的眼睛亮如星河，爸爸的眸子也满是深情。可是最终那个惊艳的美人，在婚姻的牢笼里变成了沉默寡言的家庭主妇。临睡前，我顺利拿到了我爸跟王小娟肚子里孩子的 DNA 报告。报告结果在我的意料之中，加上我爸跟王小娟的亲密视频，我可以给我妈争取到不少。必须让她知道扎我妈的下场。王小娟嘛，也不会有好结局。刚下楼，我就听到我爸的声音，昨天的事我就不和淼淼计较了，今天我把小娟也带回来了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妈看了他们一眼，继续回厨房做饭。王小娟得意地看着桌上丰盛的菜肴，一脸得意。表姐，你做这一桌子菜辛苦了，要不要我帮忙啊？我爸拦着她，你刚怀孕，厨房油烟重，别去。我手里把玩着棒球棍，缓缓走下楼。王小娟吓得躲到了我爸后面，死死地瞪着我。我爸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背，厉声喝道，你又想做什么？今天再敢动手，我就打死你。我妈把最后一个菜放到了桌上，淡淡来了句，来吃饭吧。我爸坐在主位，王小娟抢了平时我妈坐的位置，我妈就坐到我旁边，离他们都远远的。我们全家都习惯吃粤菜，清淡又健康。王小娟挑衅地开口，表姐，你做的菜都太清淡了，我肚子里的儿子不想吃。我爸蹙眉，不满地看着我妈，
以后做饭前先问小娟喜欢吃什么，多做几个。要是不会就去报个班学。现在淼淼长大了，也不怎么回家，房间闲着也是浪费。装修一下给宝宝做婴儿房，把楼下的储物间腾出来给淼淼睡觉够了。还有淼淼，你以后没事就别回家了，你回家就闹得乌烟瘴气的，对小娟肚子里的孩子也不好。这无耻的话直接把我整笑了。王小娟对我露出个得意的表情，转而又挑衅地看着我妈。表姐，医生说了，我怀的是个儿子。噗嗤，我一个默忍住笑了出来。这肚子都莫显怀，她就知道是男的女的了。我妈一直莫说话，安静地吃着饭，时不时还给我夹一筷子菜。我爸等了半晌也莫等到我妈的回复，十分不悦。聋了。他这用力的一拳就好像打在棉花上，我们压根没有人理他。直到我妈吃完饭了，这才淡淡的开口，离婚吧。压在他心中20多年的话，本以为会很艰难，却没想到那么简单。说完，我妈的眼睛也亮了起来。我爸似乎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，嗤笑一声，怎么还闹脾气了？你放心，等小娟肚子里的孩子生出来还是给你养。你和我离婚，你能去哪？其实我妈的处境，我爸都清清楚楚，并且还一直在推波助澜，就是笃定了我妈不敢离开他。曾经用爱圈养，如今用现实圈养。我妈拿出离婚协议书给他递了过去，我已经签字了，除了这套房子和女儿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要。我爸知道我妈是动真格的了，沉着张脸看着我，回家就知道撺掇你妈和我离婚，赶紧给我滚出去。我妈护在我面前，冷笑一声，要不是淼淼，我早就和你离婚了。我爸恼羞成怒，声音都高了好几度，你为什么突然要离婚？你说你是不是外面勾搭上男人了？他从来不会在自己身上找问题，总觉得出问题的是别人。王小娟在旁边添油加醋，表姐肯定是在外面有人了，不然为什么突然铁了心和姐夫离婚？也就姐夫蒙在鼓里呢。我比王小娟高一个头，拽着她的头发就往客厅拖。王小娟大声尖叫起来，你打我，你又打我，姐夫，快来救我！我伸手捂住了她的嘴，我妈都要给你腾位置了，你再敢瞎逼逼，我不能保证我待会能做出什么事来。王小娟吓得瑟瑟发抖，躲在角落也不敢说话了。我爸眼眶发红地盯着我妈，小娟去检查了，怀的是儿子。我妈一直想抱孙子，等生了这个孩子，我们还和以前一样。我妈抹了抹眼角，把离婚协议书再次递了过去。离婚吧，我这辈子也不想再见你。你做了这么多不要脸的事，我觉得恶心。我爸直接把离婚协议书撕碎了。我不会跟你离婚，就算做鬼我都要缠着你。我的手机投屏到电视机上，放着我爸偷偷摸摸去王小娟房间偷情的照片，在客厅里的，厕所里的，玩的可真花。我爸气得浑身发抖，但证据在我手里，他没办法，只能气得把电视机砸了。我双手抱胸，冷眼看着他，砸了也没用，我有很多备份的。你要是不离婚，我就把这些视频发到家族群里、公司里，还请人敲锣打鼓的去王小娟老家里挂横幅。我爸瞬间暴怒，把家里的东西都砸了。王小娟吓得蹲在地上哇哇大哭。我给我妈倒了杯茶，喝得差不多的时候，我爸也清醒了过来。我又递了一份离婚协议书过去，我爸颤颤巍巍地签了自己的名字。王小娟瞬间喜上眉梢，拉着我爸的手摸着他的肚子。姐夫，医生说我肚子里的孩子很健康，你很快就有儿子了，你娶我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我爸通红的眼睛盯着他的肚子，小心翼翼地伸手抚摸。也对，
我马上就有儿子了。王小娟露出得意的表情，趾高气扬地看着我说，苗苗你也成年了，以后别找你爸要抚养费了，你们除了这套房子，一分钱也别想要。瞧瞧他这嘴脸，真恶心。但我早就把 DNA 报告列印出来了。我冷笑一声，双手递给我爸，也别说女儿不孝顺，这份是王小娟肚子里孩子的 DNA， 我拿着你的头发去做的。王小娟神色慌张地想要抢过去，我直直地塞进了我爸的手里。我爸看完报告之后，瞬间面孔狰狞。王小娟急忙解释，姐夫，这肯定是淼淼做的一份假报告。我掏出手机，画到在医院里拍到他和光头老男人一起做检查的照片。报告能作假？人能作假吗？我爸看完，气得一巴掌直接把王小娟打到了地上。姐夫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王小娟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。我爸紧握着拳头，咬牙切齿地问，这个男人是谁？王小娟当然是吓得不敢说话，只是一个劲地磕头认错。我冷笑，这个男人是他傍的另一个大款，他为了让那个男人安心，还特地去做的羊水穿刺。我也调查过了，他在老家的时候就不老实，勾搭了好几个男人，这才被她老公打的，还装可怜。也就你这种傻子才能被他骗。说完，我爸的脸彻底黑了。他们被我赶出去后，我又叫物业来帮忙把家里砸坏的东西都搬出去扔了，找了个装修公司把家里重新装修一下，然后跟导员请好假期，订了机票，带着妈妈连夜去了长白山散心。我妈下了飞机还是晕乎乎的，整个人都没有反应过来，拉着我的手一步都不敢松，眼睛里却是亮晶晶的。淼淼，妈妈以前就听别人说长白山很漂亮，原来是真的。因为是周末，没有订到酒店，我们住了间很普通的民宿，可是妈妈的眼睛却很亮，对什么都很好奇。妈，你去过酒吧吗？我带你去玩。妈妈换上了漂亮的裙子，高兴在镜子面前转了好几圈，我帮她拍了几张照，发朋友圈，短短2分钟，下面全都是点赞。还有老同学约着说一起来玩。穿上羽绒服后，我就带着妈妈来到了雪场附近的酒吧。酒吧人太多了，我带着我妈在吧台喝酒，有个老外大叔想点酒，可是调酒师听不懂，我妈犹豫了片刻，还是上前帮忙翻译了。虽然妈妈很久没有说英文了，刚开始有些别扭，但到了后面就十分流利。老外大叔请我妈喝酒，两人相谈甚欢，我就像个小迷妹一样看着妈妈在旁边发光。回民宿路上，妈妈兴奋地和我分享大叔是个很幽默有趣的人，还约了明天一起吃早餐。我眉眼弯弯，妈妈，反正你现在离婚了，可以考虑一下啊。妈妈有些害羞，随即扬起唇笑了。我不想结婚了，不想成为别人的老婆，丢掉了自己的名字。我想去找工作，从头开始。我笑着搂着妈妈的肩膀。好呀，我也要实习了，我们可以一起努力，看谁先找到工作。妈妈开心得像个小孩。妈妈很厉害的，做饭也好吃，还能收拾房间，会把你照顾得白白胖胖的。她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亲自把我带大，但没关系啊，我从现在开始就陪在她身边，重新帮她找到自己。后来，我回到学校忙着实习，我爸也来找过我和我妈。他在餐厅门口看见妈妈打扮精致，在跟别人社交，那浑身发光的模样像极了年少时出狱的她。他上前搭讪，我已经让王小娟滚蛋了。老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爱的人只有你啊。但我妈却一把甩开了他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我看见我爸蹲在门口，捂着脸痛哭。是啊，他曾经多爱我妈啊。
可是他却亲手毁掉了这个家。他本来没想离婚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切都变了，再也不受他掌控了。之后我爸莫敢再来纠缠我妈。后来我听说他公司破产了，再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看上去好像老了几十岁，头发都花白了。至于王小娟，我把她的所作所为全部做成海报，贴在老家的公告墙上，老家的人对她指指点点，所以她现在也不敢回老家。听说她又傍了个男人，只不过她这次的运气可就没有那么好了，被人家原配追着打，不光被打得大出血，失去了子宫，还把她的不雅视频发到了网上。王小娟这辈子算是完了。而我妈呢，她找回了自己，工作顺利，整个人也神采奕奕。我刚进家门，就听到妈妈开心的声音：淼淼，妈妈今天给你做了最爱的话梅排骨，好香啊！妈妈对我最好了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。我妈终于苦尽甘来了。多年后的一个傍晚，我和妈妈坐在新家的花园里，看着天边的晚霞，妈妈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，感慨道：淼淼，多亏有你，妈妈才能重新找回自己。我依偎在妈妈怀里，笑着说：妈，以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此时，微风轻拂，带来阵阵花香。我知道，未来的路还长，但只要跟妈妈在一起，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。毕竟我的妈妈才50岁，50岁，正是闯的年纪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，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